大家好，今天我在线上要和各位分享另外一则佛陀本身的故事，是出自于《咸鱼经》的监视狮子品。过去有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国王，统治了4800万个小国。那在这个国土当中呢，并没有佛法，只有在一处森林隐山中，有一位辟支佛示现神通力，来度化在林间中的一切飞禽走兽及一切有情。在这林间当中呢，有一只非常奇特的狮子，它的全身的毛发是金闪闪的金黄色。那有一位猎人呢，得知在林间有这么样一个奇特的狮子，他心怀恶心，想要把它猎杀，然后可以去贡献给这个国王，取得非常多的赏金，他可以脱离了很多的这个贫困啊。于是呢，他有一天，他就把他准备好的毒的弓箭呢，配在他身上，他就往林间去了，不断的寻找在这个林间的这一个非常神奇的金黄色狮子，终于被他找到了。刚好这只狮子它正在酣睡着，所以呢，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的神智，所以这个猎人呢，他就准备好了他这个弓箭。他不仅如此，他呢还穿了这个染色衣、坏色服，就像一个修行人一样，还把头发也剃了。当他在林间准备要把弓箭射向这个金色狮子的时候，金色狮子确实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起身，想要去做一个反击。但是他看到这一个人啊，他是身着袈裟、坏色衣，还是剃了发的这个修行沙门，所以呢，他心的一念想，我不可以伤害这个人，所以他又任由这个猎人呢将他杀死了。他在死之前呢，这一只金色狮子说了一句偈语，他说：“耶罗罗婆舍萨娑获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当这一只金色狮子看到这个伪沙门呢，这样子的一个猎人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心念升起了极大的恭敬心。他说啊，这个人在不久于来世，他必定会得解脱，而且他是三世诸佛一切清净的圣相，我应该要非常的恭敬礼待，就是他在念这个偈语的意思。这个猎人并不清楚这个金色狮子口中的这个偈语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呢，他很高兴，他把这个金色狮子呢皮毛剥了下来，就送给了国王。国王看到了之后是又惊又喜，他说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禽兽在我的林间当中呢？”他那时候忽然回想起到，他看过一本书里写着，如果有一些禽或野兽之类的，全身金黄色，都是大士善事投生而来示现的。于是这个国王呢，提皮，他升起了一个非常敬仰的心，他连忙的问这个猎人说：“你快说，他有没有在死之前呢，有讲任何什么样的话语吗？”这个猎人因为他是不晓字句，他也不懂得事理，他当然不清楚这个金黄狮子所说的偈语是什么。于是呢，他就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一点点零散的这个财宝，就把这个猎人打发走了。”
于是这个国王呢，就召集了他所有国内的小国王，有8万多个小国王，去跟他们说：你们有没有知道有谁会知文解义这样子一个金句？果然呢，他们就找到了一位在隐居林间中修行的一位仙人。他来到国王面前，就跟国王说：这个耶罗罗婆舍沙沙霍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着出家沙门衣服的人，在不久来是必得解脱，而且他是过去3世圣人诸佛的圣像。我不可以恶心呢，像3世诸圣人，他是这样的思维。所以这个仙人呢，就如实的跟这位提皮国王做解说，解说了这个金色狮子在临终之前的这一句话语。这个国王提皮听了，百感交集啊！而且他还又问了这个猎人说：除了他讲这个寄语呢，当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象？这个人呢，他就跟国王回答说：有啊，那时候呢，天空无云，却下起了花雨，好像感觉天地非常悲戚又欣喜的感觉。这个猎人就跟他这么说了。所以国王呢，知道这一定是菩萨的示现，所以他非常的恭敬顶戴。最后呢，国王就把这个金色狮子皮呢供奉起来，起了一个7宝高塔，也是用个纯金的棺材棺木呢去安奉这个金色狮子皮呢。他也要他其他84000个小国王也跟他一样如此的恭敬，来烧香供花散花，来追思这一位金色狮子的善行。所以佛陀说到这里，他就跟在场的弟子们讲，那时的提皮国王呢，其实是现在的弥勒菩萨，而那时候的金黄色狮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提皮国王呢，供了金色狮子皮的这个功德力故呢，10万亿劫，他都在天上人中尊贵第一啊。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弥勒菩萨。另一位在林间知闻解义，为国王解说这个金色狮子最后的临终的遗言的那一位大仙人，又是谁呢？他就是佛陀在世的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尊者。而那一位伪沙门呢，就是穿着就是一个假的修行人来猎杀那个金黄色狮子的那个，就是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，一直不断的在想要处心积虑的去陷害佛陀，去污蔑佛陀。所以这个故事听到这里，相信各位也有一些启发。佛陀呢，在过去本身当中呢，不断的就是以自己的身行力行来告诉我们后世的弟子。那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狮子，一个畜生的身体，但是他的内心呢，对这个出家的形象呢，出家的所有的圣像呢，升起了一个极大的恭敬心，而之后有巨大的福报跟福德，之后呢，修行积累福德之粮，最后达到佛陀的果位，佛陀的圣位。这就是佛陀以身试法来教育我们。希望这一则监视狮子品出自于《咸鱼经》，能给各位一个启发。希望下次见。